又能摸到佐助的脸，全凭感觉。哥哥的头发很长，但哥哥的命很短。当时的佑已经几乎失明，能摸到二柱子，可能是心里模拟了无数遍吧。世人只知这场太平洋之战，不知佑对佐助爱得有多深。先唠唠俩人还没出事儿的小时候，那时候佑还没背负全族的 KPI， 是村里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年，回了家就是标准地库。那时候佐助的人生主线任务特别单纯，追上我哥，让我哥夸我，可偏偏赶上了宇智波一族的政变。佑这位4岁就有火影思维的天才，明白村子的意义，便和3代做了交换，自己除掉宇智波一族，并填入小组织当间谍，只换来佐助一个人。在屠刀挥向父母的那一刻，他手抖了，他哭了，但他唯独面对佐助的时候，硬生生把所有的泪咽了下去。この俺を殺してくれ。恨み、憎み。そしたら、醜く生き延びるんだ。人間だよ、人間だよ。生にしがみつくがいい。そしていつか、俺と同じ目を持って。佑太懂佐助了，他知道如果没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个软弱爱哭的弟弟根本无法在这个残酷的忍界生存，所以他亲手把自己塑造成了佐助世界里最恐怖的梦，把仇恨当作养料，硬生生把二柱子喂大。后来呢，佐助为了复仇叛逃木叶，跟大蛇丸瞎混了几年，可算是把三勾玉整出来干满了。他觉得自己又行了，终于能去手刃仇人了。于是史诗级的太平洋之战开打。那时候的佑是什么状态？万花筒写轮眼的副作用加上绝症，眼睛几乎完全瞎了。在他眼里，对面的二柱子估计就是一团模糊的马赛克。但就算这样，佑神这个影帝级别的哥哥依然稳如老狗，把戏演好，甚至还故意搞出破绽，引出佐助体内的大蛇丸。当听到夺取身体，你佑神直接1秒变异，我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狠的杀意。解决完这一切，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拖着残破的身体一步一步走，没有杀意，没有多疑，他只是轻轻抬起手，用那根曾经戳过无数次弟弟额头的手指，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点在了佐助的额头上。伴随着那个释然的微笑，又倒下了，留下佐助一个人在一头懵逼。二柱子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他恨了这么多年的仇人死了，大仇得报，但他快乐吗？没有。那一刻，佐助的心里恐怕只剩下一片空洞。直到带土告诉他真相，佐助觉得这都是木叶高层3代火影的错，当场宣布要毁灭木叶。很多人当年骂佐助太豪了，但你带入一下佐助的视角，你就能理解这孩子了。凭什么木叶的和平要建立在我哥的痛苦和全体宇智波族人的牺牲上？凭什么你们享受着阳光，我哥却要背负千古骂名？换我也把木叶给掀了。直到第4次忍界大战，佑神打赢了复活赛，且用别天神摆脱了佑的控制，顺便教训他，解开了他的心结，甚至还解了秽土转生，堪称4战最强助攻。而这也意味着他要再次离开佐助。不过佑只是死了，并不是不爱佐助。俺のことずっと許さなくていい。お前がこれからどうなろうと。俺はお前をずっと愛している。总有人说又困住了佐助的一生，可我倒是觉得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拼尽全力给弟弟铺了条能活下去的路。他这一生吃过太多苦，小年纪就背负着族人和村子的双重压力，连爱吃的3色丸子都没吃过几回安稳。这辈子唯一的私心全给了佐助。他可能不是一个好儿子，但绝对是一个好哥哥。